大家好，我係貓哥嗱。今集咧，我哋就跳翻落 Mini GT 啦，亦都講翻佢最近呢一堆新車啦。當中有一部咧，就大家都好期待咗好耐嘅，就係麥拿倫嘅 F1 GT-R 啦。咁其實呢一部車咧，被譽為上係地表上其中一部最靚線條嘅一部賽車啦。而喺機械以及各方面嘅細節咧，亦都係好特別嘅，咁啊最重要咧，更加同寶馬係有一個淵源啦。咁今集咧，我哋就一齊嚟會睇下呢一架車究竟有啲乜嘢獨特嘅地方啦。係啦，咁記得喺影片開始之前咧 CLS 我啦。如果用一句説話去形容麥拿倫 F1 GT-R 咧，我會用當編輯狂遇上編輯狂所創造出嚟嘅瘋狂座駕去形容佢嘅誕生啦。首先要有一個編輯狂嘅工程師團隊，再加一個癲嘅老細，仲要有一定嘅決策力啦。咁最後亦都有一個瘋狂嘅設計師。咁呢一個人咧就係由一級方程式設計師 Gordon Murray 嘅領導之下咧，先創造出呢一部咁驚人嘅作品啦。咁當年喺1988年喺分組賽嘅時候咧，咁啊高登咧就因為班機延誤咗啦，而令佢咧拎起咗紙筆咧去勾畫出呢架車嘅雛形啦。咁啊當時咧佢亦都寫咗一系列嘅要求，包括係一定要有 V12引擎啦，一定要有 F1 嗰種由頂部將嗰個氣流帶入去引擎嘅位置啦，碳纖嘅一體式車架，以及車身重量咧只有大約1000公斤左右嘅啫。最重要馬力要超過600匹嘅一個苛刻條件之下咧，佢老細丹尼斯咧居然係完全支持佢嘅諗法啦。咁佢係當時有揾過一啲引擎供應商啦，包括係有本田啦。咁本田最尾其實只係可以做到557匹嘅最大馬力啦。咁後尾咧亦都俾高登咧拒絕咗啦。咁之後佢亦都有揾過50零嘅，但係最終都係傾唔成。咁喺呢一個時候咧，咁佢哋就揾咗寶馬嘅引擎設計師啦，阿保羅啦。咁再將呢一件事咧交咗俾寶馬嘅 M-Power 去做一個開始設計呢一副引擎啦。咁最終亦都完成咗呢一副代號 S72嘅引擎啦。咁呢副係一副 V12嘅引擎啦，最大馬力輸出去到627匹。所以你話點解當初咧呢架車嘅引擎部分咧會有寶馬同麥拿倫嘅 logo 都會印咗喺上面呢？另外廣為人知嘅嘢亦都係咩呢？就係呢一架車咧喺散熱嘅材料上面咧，更加用咗10安士嘅金箔啦。咁佢呢一種咁嘅物料咧，令到呢一架車喺排出廢氣以及散熱咧係做到異常地一個快嘅效果啦。呢一種設計加埋咁樣嘅內裝，再加埋咁樣嘅諗法，當然就真係好誇張嘅。只有一個咁癲嘅咁多人夾埋去完成到呢一件事，最終成為咗地表上最強嘅怪物啦。好啦，咁大家咧見到呢一款車啦，咁其實一直以嚟咧，大家都非常期待 Mini GT 終於嚟到啦呢一款車啦。咁其實無論喺整體嘅線條方面咧，都充滿住一個傳奇嘅色彩啦。亦都冇諗到咧，其實時隔咗咁多年咧，再睇翻呢一款車，依然都係線條非常優美嘅車，真係。就算經過咗任何嘅時候，到今時今日亦都冇任何一款可以展現到咁特別嘅車身啦。嗱，咁先從亦都咁講 Mini GT 喺今次嘅做工上面，亦都渾身解數出盡力去做呢一部車㗎啦。咁喺噴塗上面咧，採用咗一種金屬石墨灰，配上一個灰色嘅效果啦。咁車身亦都佈滿住唔同嘅拉花啦，咁令到你成件事嘅完整性非常之高嘅。咁咧，我會由頭講到落尾啦。咁我哋先從車頭嘅部分講起先。好啦，我哋先從車頭嘅部分講起先啦。咁其實咧，一嚟到當然大家就會睇到呢一個頭泵把嘅設組件啦。咁其實對比起翻真車嘅狀態，其實亦都相若啦。你話突出嘅部分唔算太多嘅，咁亦都恰當好處啦。咁中間兩個入氣窿嘅位置咧，個深度以及一個距離感亦都適中啦。喺一個網紋嘅位置嘅紋理表達咧，亦都尚可嘅。咁我自己咁睇啦，亦都呢一個位做出嚟嘅時候咧，由側邊嘅睇嘅位置咧，亦都唔會話出現覺得我深淺不一嘅情況嘅。如果呢一度咧，我即係咁講啊，指揮燈呢個位置咧，睇得出佢今次係唔係用上色件嘅，亦都有做咗分件，非常之唔錯噶啦。另外最重要嘅一件事啦，當然就係呢一個車頭大燈嘅4盞圓形燈啦，玻璃件嘅大
大細咧，大家可以睇翻真車圖片，其實係相若嘅。咁啊，應該要有角嘅位置亦都做到啦，以及咧喺玻璃罩後面嘅呢一個少少凸起嘅位置咧，喺嗰個我哋睇到個59個位置啦，以及英國國旗嘅位置冇話出現任何分裂嘅情況，即係嗰個斷裂層啊。咁啊，但係咧喺裏邊咧亦都好清晰咁見到4盞嘅招牌嘅水晶大燈啦。咁但係咧，如果呢一個位置咧，我哋再變成一個水晶件咧，整體嘅效果就會更加之靚啦，亦都令到整體嘅質感會提升好多嘅。另外嚟到側邊啦，我哋會睇到咧，其實從側邊嘅沙板刻畫咧，其實呢一個位置亦都較為恰當好處嘅，兩邊突出嘅位置咧唔會話過分突出啦。咁啊，嚟到喺嗰個我哋叫做後面前沙板下面連接側裙嘅呢一份組件嚟講呢，我自己就咁睇啦。如果日後呢一度呢，可以再做得比較突出多少少呢，嗰個距離感啊，我哋就會話再豐富好多啦。咁但係整體嚟講，印刷都無需要多講，都係靚仔噶啦。以及超大面積嘅一個擋風玻璃啦，亦都好清晰見到麥拿倫呢個車頭嘅額頭貼，亦都非常清晰會見到內部係一個一座位嘅設計嚟嘅。好啦，咁我哋講完車頭嘅部分，睇下車側嘅部分啦。好啦，嚟到車側嘅部分啦，咁其實第一點咧，我哋當然睇下整體喺麥拿倫咧呢一個 F1 GT-R 嘅呢一個整體嘅線條咧，其實係座位嘅位置係屬於置中佈局啦。咁兩邊咧亦都唔會有過分太前或太後嘅比例啦。咁Mini GT 咧喺呢一個位置亦都係拿捏得較為準確啦。兩邊嘅前後比例都 OK 嘅，尤其尾翼咧亦都做得非常之唔錯，個大細我覺得係好滿意嘅，同真車亦都相若啦。咁最後一樣嘢啦，嚟到呢一個下面嘅側裙位置及一啲拉花啦。咁首先呢一個少少嘅入氣窿啦，去帶動個後面嘅迫力啦，將啲熱帶走嘅一個即係入氣窿嘅位置咧。如果呢一度咧可以再做大多少少，以及有多少少嘅坑紋咧，整體嘅效果就會更加之靚仔啦。咁有少少冷知識啦。咁原來我發現呢一個 logo 咧係來自於一間叫做上野嘅一間診所，原來一間整容嘅手術診所嚟嘅。咁佢亦都係贊助呢一隊賽車團隊嘅，就係呢個 Kokusan 嘅呢個 Racing 嘅呢一個團隊啦。當然最招牌就係呢一部車啦。另外車頂嘅部分咧，亦都係睇到 Gordon 咧當時點解話硬係要將呢一個 F1 嘅設計咧融入咗啦。大家可以清晰見到喺呢一個位置咧，亦都做得非常之清晰噶啦，就係將氣流帶動入去呢一副引擎入面啦，係做到散熱嘅位置啦。而喺車嘅呢一個兩幅式嘅玻璃嚟講咧，非常之特別，係過往咧我諗我未見過一個咁特別嘅設計啦。咁呢一度亦都非常之清晰嘅。最後亦都少少冷知識啦，關於呢一粒點啦。其實咧原來咧呢粒點咧係代表住GT1 嘅組別嚟嘅，我問過啦。即係好似當年咧，如果大家仲記得，我有講過人夫 190E 嗰套咧，咁其實都係有唔同顏色嘅色點啦。一嚟係識別隊友啦，二嚟亦都係識別一個組別咁樣嘅。大致就係咁啦。我自己咁睇啦，未接觸過呢一架 F1 嘅時候咧，其實我會覺得呢一架車係咪真係人哋講嘅神車咧？但係當了解過之後，亦都有深究佢嘅機械歷史之後咧，咁終於明白，哇！原來真係咁犀利，當時一個咁黐線嘅諗法，真係做到出嚟，而形成到今時今日，大家依然都係好追捧嘅嘢咯。好啦，我哋又講下車尾嘅部分。好啦，嚟到車尾嘅部分啦。其實咧，成個車尾部分咧，我睇翻同真車嘅圖片，其實唔係話真係相差好多，基本上係一模一樣咁滯，我覺得非常之高質素啦。亦都不負所望啦，後面嘅線條刻畫亦都非常之高質素。首先會睇到咧，第一件事就係關於呢一個網紋嘅處理先，因為其實咧真車嚟講咧，你會睇到中網嘅呢個後面嘅散熱網啦，以及下面呢啲位置咧，全部你會見到佢可以挖窿嘅位置，基本上全
部都滑晒，因為呢一副 V12 引擎要帶動到有最大嘅散熱效果咧，所以呢啲位置全部都做咗挖空啦。咁但係咧變相喺呢一個嘅位置入面咧，我自己咁睇啊，每一條坑紋嘅工整度相當唔錯之餘咧，深度亦都 OK 嘅，我覺得真係唔會話好。即係佢為咗要特登去刻畫而去做呢件事啦。咁啊另一點啦，亦都睇到呢四盞嘅彈簧型嘅燈咧，圓潤而且係工整嘅。咁我自己咁睇啦，呢種線條嘅刻畫咧非常之優美嘅，即係你會好少會見到一架咁樣嘅賽車入面咧係會有咁多圓潤嘅嘢喺入面咯，多數都係要起角啊，去做一啲即係總之係空氣動力學嘅嘢，咁但係咧佢居然可以咁樣去刻畫咧，係非常之特別嘅。咁好啦，最後啦 ，BMW 呢個 V12 嘅 logo 當然都係有啦，咁而家都清晰可見㗎啦。咁最後啦，死氣喉嘅部分啦，亦都工整嘅。咁好啦，我哋又打開內籠嘅部分俾大家睇下咯。今次咧內籠入面咧都盡晒力去做㗎啦嚇。好啦，我哋嚟到內籠嘅部分啦。咁其實今次內籠入面咧 Mini GT 亦都有花過心機去做啦，用咗一個兩層式嘅方法，就係你打開呢個位置之後會清晰見到呢一副引擎啦。咁呢一副咧就係代號 S72嘅一個 V12嘅引擎啦。咁當年呢一副引擎咧其實係諗住裝喺 M5 上面嘅，結果就冇做到啦。咁但係喺呢度咧亦都睇得非常之清楚啦。咁值得留意咧，當時咧如果真嘅嚟講咧，呢一啲位置呢個 cover 咧係一個有馬拿倫 BMW 嘅 logo 喺上面啦。咁亦都見到12個氣缸啦，非常之清晰嘅，以及側邊一啲我哋叫焦嘅位置咧，睇得非常之清楚，有啲電線啊焦嘅位置非常之靚仔啦。咁我做咗啲簡單嘅上色線條啦。咁而喺主體方面呢，咁我亦都盡量去還原當時嘅效果啦。咁大家會見到呢，其實我盡量想將所有可以包到碳纖嘅位置，亦都盡量去包嘅。大家會見到其實從呢一個反光咧，亦都可以睇得清楚。其實我係有做到一啲碳纖嘅表達啦，咁令到成件事盡量去還原啦。咁其實咧呢一架車真係為賽道而生嘅，所以真係得一個座位嘅啫。咁其實其後咧出嗰啲限量，就算你話5架同28架嗰一款咧，都係得一個座位嘅啫，非常之特別嘅一個設計啦。咁真係你有乜嘢人都坐唔到啦，淨係入去感受嘅啫。咁散熱墊方面咧，我亦都去做咗嘅，咁用咗銀色嘅油去做啦，等大家可以從唔同角度可以睇得非常之清楚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我自己有咩可以做到咧，就先攞個 marker 去油一油佢，咁爭好遠噶啦。咁我自己加咗個收息位置咧，就除咗呢啲收息位啦，亦都加咗啲小型嘅銅製波棍啦。咁再加上一個鎖喺呢一個位置咧，亦都加咗一個少少嘅鎖上去嘅，即係呢一支嘢啦。咁等大家可以盡量去感官得比較舒服少少嘅。嗱，再俾大家睇睇先係啦。大致就係咁啦。咁所有應該要做嘅嘢我都盡量做噶啦。好啦，咁我哋下翻埋架車咧，就講下今集嘅可購買指數啦。好啦，今集嘅可購買指數咧，我會俾佢9分啦。咁Mini GT 咧喺整體嘅線條刻畫上面咧，亦都較為分明啦，結構亦都相當之清晰啦。咁大家亦都可以睇到呢一部車所帶來嘅結構，影響咗後世一啲汽車工業上面嘅一啲設計啦，以及即係我自己就未見過一部咁立體咁強透視咁犀利嘅一部車啦。咁對呢部車真係我自己亦都做咗好多資料搜集啦。咁冇諗過呢部嘢真係咁勁抽嘅。咁大致係咁啦。咁有興趣嘅朋友，我見到仲係輕鬆購買嘅階段嚟嘅。咁好啦，我哋去做總結啦。好啦，咁大家睇晒成部車啦。咁其實我自己咁睇啦，成架麥拿倫入面呢，非常多啲嘅細節啦，以及各樣嘢啦。咁其實其後咧，我都好期待佢之後會出嘅橙色嘅另一款，即係只有5部嘅特別版嘅 GTR 啦，以及其後一架普通版，即係街車版嘅麥拿倫嘅 F1 啦。咁期待下啦。咁如果你覺得呢條影片好嘅話咧，希望可以俾個 like 我啦。最緊要咧就俾留言話俾我知你嘅諗法啦。咁最後一樣嘢咧就係訂閱我嘅頻道啦。咁大家就係咁先咯。咁我哋下集見啦，拜拜。